拆迁工人杰克在工地里意外发现柜子里竟藏着好几袋美金，他刚伸手想拿出来数一数，工友却提醒他下班时间到了。为了不让美金被别人发现，他迅速遮住柜门，打算稍后再悄悄折返回来取走。然而，等所有工人离开大楼后，工头却宣布谁都不能再进去了，因为这座楼还有1个小时就要爆破拆除。但杰克不愿放弃这天降横财，等巡逻车离开后，他不顾危险翻越栅栏，重新潜入大楼。柜中全是成捆的美金，一捆就是20万，粗略估算，3个包加起来足有600万。他以为是财神爷眷顾自己，激动地对着空气打了一套组合拳。正当他幻想着如何花这笔钱时，隔壁突然传来一阵砸墙声，显然还有别人也盯上了这笔钱。杰克吓得赶紧把美金装好，趁那名大叔走进隔壁房间的空档，迅速溜了出去。本以为能顺利脱身，不料刚走到楼梯口，竟撞见一群黑帮冲了上来。他只得立刻折返楼上。慌乱中，他踢倒了一根灯管，刺耳的碎裂声瞬间暴露了他的位置。情急之下，杰克将钱藏进一个下水井，刚准备撤离，却差点与持枪的黑帮迎面撞上。眼看对方步步逼近，他灵机一动，闪身躲进窗帘后，屏住呼吸，不敢出声。这时，他惊讶地发现刚才那位砸墙的大叔也藏在上层的窗帘后面。两人彼此心照不宣，谁都不敢动弹。所幸黑帮的对讲机突然响起，楼下集合。原来他们抓到了杰克的一名工友，认定他与美金有关，正对他拳打脚踢，惨叫声不断传来。杰克忍不住探头查看，目睹工友被黑帮肆意殴打，心中怒火中烧。可就在他咬牙切齿之际，不小心发出一点声响，再次暴露了位置。他只好暂时放弃取回美金，决心为工友报仇。很快，一名黑帮成员闯入房间，杰克一脚踹飞对方手中的枪，随即与这个壮硕的胖子展开肉搏。凭借曾是专业拳击手的底子，他一度占据上风，但胖子皮糙肉厚，越打越抗揍。无奈之下，杰克使出一记飞踹，将他直接踹进电梯井，当场摔死。然而还没等他喘口气，黑帮大嫂突然从背后偷袭，将他制服。他逼问600万美金的下落，并许诺只要说出藏钱地点，就分他100万作为报酬。但想到惨死的工友，杰克怒火更盛，他猛地一头撞晕大嫂，趁乱打晕另外3人，随后纵身跳进垃圾管道逃生。本以为就此脱险，不料刚滑出管道，就被一个大叔从身后挟持。原来这位大叔并非黑帮，而是同样为美金而来。两人立刻扭打在一起，拳来脚往，竟难分高下。激战正酣时，一名黑帮突然出现，为保命，两人只得暂时举手投降。但下一秒，他们联手将黑帮的枪打落在地。不料这胖子战斗力惊人，很快将大叔按在地上猛揍。关键时刻，杰克抄起一块石头，狠狠砸晕了对方。这场生死搏斗竟让两人化敌为友。大叔名叫老白，是当地一名辅警，他冒险来取赃款，只为给身患重病的女儿筹钱治病。他并不贪心，只求拿够医药费即可。眼看楼下全是黑帮，杰克果断答应与老白合作，一起杀出重围。时间紧迫，距离爆破只剩10分钟，两人决定主动出击，专挑落单的黑帮下手。杰克将1袋美金扔给老白，自己则引开敌人，朝楼顶奔去。但黑老大很快发现了他们，他命手下封锁楼下出口，自己持枪冲上楼顶。枪法精准的黑老大压制的杰克抬不起头，眼看无路可逃，杰克让老白带着钱先走，去救女儿。老白含泪离开，杰克则与黑老大展开最后对决。子弹打光后，他索性扔出1袋美金干扰视线，趁机扑上去近身肉搏。黑老大枪法虽准，近战却远不是杰克的对手，很快被撂倒在地。此时爆破倒计时仅剩1分钟，杰克正准备跳楼逃生，一辆车却疾驰而来，老白竟没有走。他解决掉楼下的黑帮后，一直守在楼下接应。杰克迅速将美金扔进垃圾车，纵身跃入车内。两人在千钧一发之际冲出爆破区。随着倒计时归零，大楼轰然倒塌，连同其中所有的罪恶一同被掩埋。故事的结尾，老白的女儿得到了及时救治，而杰克并未带着剩下的美金远走高飞，而是匿名将钱寄给了死去工友的家人。他始终认为工友的死
是因自己贪念而起。影片至此落幕。